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稍微比较忙一点所以说，因为这就昨天前天刚办完法会25号，昨天刚办完法会所以说太忙了，忙到是说我今天准备可能怕有点不够那还是感谢各位那我们的法会已经圆满结束了老师每一次的法会其实不是。就应该不是说只有当天就要处理因为老师所有的法会我们都要提早，按照法会的程度不一样最少都要提早5天，那有最长的我们要提早30天去准备都有事的为什么？因为办科仪办法会不是我们现场然后仪式跑一跑跑个龙套就好了我们办法会通常都需要前置有很多的科仪要去做都慢慢去累积，慢慢去累积，慢慢去累积，累积到一定的数目的时候无论是你的经文咒语或是你一些仪轨你都必须前面做很足之后，后面我们在那一天我们再画龙点睛的把它一次给它凹下去，那这样子的法会对各位才是有帮助的。那这个其实办这个这个宗教这个行业很多人都以为是说只要那一天好就好了，没有这个真的要去计较的话，它是至少是有到最长到49天的也都有有些在特别的仪轨到49天，你准备好才能有比如说呢，各位如果有念过那个药师经嘛，就知道有一些药师经药忏它是必须要过渡至49而且是2个49，你才能够把这个八关斋戒或其他东西把它办好。所以说这次老师也花了几十天的时间希望帮各位做得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的来年比这也算是今年然后因为现在是甲辰年嘛，我们乙巳年其实对我们整个大环境都是非常非常的挑战的，好吗？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那个法会理论上不会再补办那个有些人问说他第一场没参加到，他赶快找金英老师问他有没有参加第二场，金老师可能也没看到，但是呢理论上是不会有第二场了理论上了，因为老师大概2月中的时候我就要出差了我去这个中国东北我这边出差1个月，所以是说我没有时间办第二场，好不好？这个东西因为我是必须要存在的那一方所以说那个有些仪式是必须要男性男法师在那行女性有女性专门的科仪，男性有男性专门的科仪是有差别的。因为老师大概2月中就要去出差1个月，那才会再回来，说你要再去补办这个时间性是没办法的，好吗？不好意思那个接下来我跟金老师讨论看看了看还有没有什么的其他方法这里老师也知道你各位比较忙嘛，好吗？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公布了我们的这个2025年岁是乙巳年的镇宅安煞符。那么，请以刚才早上下午老师给各位发了LINE 里面有发到，已经下载了，请把它删掉，好不好？老师里面有一个地方写错了一个符有点要更改一下，所以是说那个镇宅符你下午已经下载回来的，或是已经印出来的，请把它作废，好吧？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更正了然后在我们社群天文里面都有更正直接从新的那个地方下载，因为有些朋友他点那个链接下载不了。那到底具体什么原因呢？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已经把它改成这种 Google 的去下载。那但其他的你用百度的那个百度网盘的这个那你也是要重新下载都已经更新过了我们有8寸、有6寸、有12寸、有 A4、有手机的模板。那么你要怎么把旧的送走，贴新的时间我们的这个说明栏位也都有了你就照着念就可以了，好吧？那这唯一差别就是说那个旧的要送走的时候你是要拜3拜就好，还是一定要画金纸呢？画金纸只是你那个地方方便，你就画一只一小只就可以了给他当一个路费让他回去嘛，去交案了。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拜3拜也是个诚心的毕竟那个神鹿那个祥瑞它本身也是神明的一种，那它也不是很需要钱只是我们的意思而已。那不用多，你拜3拜诚心也是可以的，照这个方法就 OK 就没有问题了，好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大概跟老师跟大家提醒一下大概就是这些的重点。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那今天主题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个针对明年因为今天是我们农历年前最后一场直播，接下来就是农历年后了因为毕竟下礼拜2除夕，对不对？明天小年夜老师开始打扫了太忙了，打扫不来不及。然后呢，之后就是到了大年初一，大家各自过快乐的我们年假时间。那么这个时候，老师先把一些预测先跟各位讲这样子的话，各位在新年在开播的时候听到这些消息，心里就不会去浮动所以说这就是比较大的问题首先在一点呢我们先跟各位去讲在2025年全世界，请记得这个东西没有放在总论里面，总论它是一个很公开的，很多人去看的，那直播的这我们铁粉，所以老师一定要跟各位去讲。
这个2025年税次以4年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变得很差。我先跟各位去预告这件事情，所以说叫各位一直我提早半年的时间在我们的生肖流年里面因为跟各位讲是你要准备现金，这个不是危言耸听，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无论你是贫富贵贱，你都要听进老师这句话。2025年的世界经济之差到你胡说八道，差到你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它，因为它是一个环境的变迁，一个历史的拐点。所以说呢，你一定会面临到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你会觉得我怎么活下来好像这么样的困难，这个是提前跟各位去讲的。所以是说，请你不要去买一些大量的支出，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买房买车，买房那个你就说刚需很多人跟老师讲，老师我就想去买一间房自己住，可不可以？刚需可以自己做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不是急的，你非得这个时候你去买，那么这个你就可以去斟酌一下了。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是急着买，为什么？因为他可能租了5年10年的房子到期了，那房东不续租，对不对？或者涨价涨得离谱，或是家庭结构的改变，本来是家里有可能7个人，现在变3个人、4个人，因为小孩成家了嘛，对不对？那就可能或是出国了，那你就不需要这么大的房子，所以说你续租下去也没有意义，那你可能是需要怎么样换了小一点的房子，那刚好自己也可能已经50-60岁了。也想要退休，想要买一间房子，拿到退休的一个养老的地方，那这个算是刚需，但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买，也是一个想法。但是你刚需，你就觉得反正我钱准备够多了，我一次买断，以后这房子涨跟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我这辈子我就住在这间房子养老那我剩下来了就交给小孩他们自己去处理，那这个就是刚需。那景气好跟坏跟你就没有关系，这懂老师意思没有？这景气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是刚需嘛。我一次把它买断了我也不用缴贷款了，是不是？那就没有问题，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买车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没有车不行，比如说我小孩他已经要上学了，但是呢他的学校离比我比较远，那我没办法让他自己通车，因为可能是小学生，对低年级、中年级的，你没办法去做通勤的工具，那就只能载他去，而且又是比较远的，骑摩托车不方便的。那你买车这个 OK 没有问题，但是不要买太贵的啦，买实用的不要一次想都到位因为现在整个汽车行业它是一个拐点你现在买再好的电车，可能明年后年它就完全就弱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明年跟后年的自动驾驶的技术会比现在强至少1倍。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 LV3，而且到了中等阶级了它的视觉识别会比以前更要来的强大。所以是说，那你现在买再好的，明天跟后年可能就落伍了。所以你能的话还是以刚需为主，就是我刚刚好，我不要太好，我就刚刚好就可以的这种态度来去面对我们今年所要面对到的全新的税次以4年的一个变化。这是没有危言耸听，你无论做什么生意，你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你的生意好不好的问题，或是你的生意有没有竞争力的问题，而是你的客户没有钱。这样有没有清楚一点？你的客户没有购买力了，那他当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然不是每一个行业比如说你是做研发半导体的，或者说卖药的，卖药你可能有些人也不治。我说真的啦，没钱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选择我就不治了吧，那就这样子吧，反正这一生也这样过，治好了是半条命，我不如就不治。所以说除非你是那种专业研发的做高精尖研发的高级的啦，或精密的啦，或是尖端科技的这种高精尖的那你这没有问题。或是你是本来就是研究员有些老师很多贵客是博士、双博士的或是一些专门研究一些特别的学者，那么当然你可能没有问题，因为你的待遇是学校给你签约保证的。那在目前我们所能够知道的，再穷不能穷教育，所以说呢高校的老师通常是被保障起来的所以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增加消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要记得一句话，2025年的整体经济我们可以这么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2020年疫情前的经济2019年的4折，好吧？这样有没有清楚一点？2019年的经济的容积度的4折，那就是我们2025年的经济状态。因为我们要面对很多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转职，你要扩张你要去发展，是不是个好时间呢？老师对你抱持的是一个比较谨慎的看法，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要去创业，你要确定你的客户有没有钱去买你的东西，不是每个东西都不能创，而是尽量不要去创业尽量不要去创业，你在原地中发展是比较好的。转职这件事情，那老师在批流年嘛，那批了那么多的一些我们的好朋友，那好朋友都跟我说，我想转职，我想换工作，我在工作遇到很多的一些压力，我受不了了，我想换环境，换环境会不会比较好？大部分都不会比较好
啊。当然有些的这个留言里面特别个别为你批的，有的是好的，有些不好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大部分人啊，你要面对到就是你现在转职，你遇到好的机会不多，除非对方已经猎头是来找你去挖你，而且跟你签约，你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待遇，不然你贸然的转职啊，你等于是说把你之前所累积的东西，无论是人脉，无论是经验，无论是资历，你都有可能继续往下砍，你要重新开始累积，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好事情？当然，因为现在整个环境不好，所以说很多人的工作压力变大，所以他就想是说我边转职，然后我边找机会创业行不行？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不好的啊，除非你有找老师批流年，不然的话呢，你基本上你如果都只是说我尽力用我的意志力来过，这也是很好的啊，那不是一定要找老师批流年了，好不好？那这个你边转职边创业这个想法呢，肯定是错的哦，这个是非常不理想的一个状态啊，非常不理想的状态。所以说啊，各位要去知道，在2025年啊，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啊，会慢慢开始变成像一滩死水啊，就是死水前的前兆啊，就是一个阻塞的状况，对不对？痛则不痛，通则不痛嘛。是不是？现在大家都有点物价飞涨的感觉，有点痛，花钱感觉买不到什么东西了，是不是？那就是有点塞了，塞住之后呢，经济流动一塞，那么后面一定会产生连续的问题，不然为什么诈骗集团这么多？能够当好人，谁要当坏人啊？对不对？而像当好人，谁要当坏人？是不是？能够当良民，谁要去当土匪啊？是不是？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所以是说我只能铤而走险。所以说很多去什么缅甸啊，或者去什么泰国当诈骗的，很简单一句话，他自己说不过去，他一定要去伤害别人，他才能够活下去，是不是？这个下策嘛，有能够当好人，能够安居乐业，谁不要呢？但是他觉得他的环境没办法，所以他就要铤而走险去做坏人，然后他还赚的比较多，对不对？因为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哪里呢？写在刑法里面。哦，能够赚钱的都写在刑法里面了。那这各位可以去注意，我们整个世界环境面临到一个极大的挑战。现在你的很多的雄心壮志，你都要去再三的斟酌，好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跟各位去讲的啊。所以说，现在整体状况是很不好的。那么，第二件事就是说呢，有人希望老师去讲一下台湾。台湾呢，在2025年，因为下个礼拜过年了嘛，对不对？我提前跟各位讲啊，我不想在前面讲这些话。台湾在2025年呢，是一个非常险峻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统大人的时运很差。现在有没有明白了？哦，他是在60年以内，他人生60年以内最差的一年。所以是说呢，在国家领导人他的时运在最低落的时候，那么国家所受到的内外交迫的打击就会变得非常之严峻。这个每一个人都公平的，每一个人都会60年遇到一年特别衰的日子了，因为那个60甲子嘛，你懂是天道好轮回，你有旺的时候，你一定有衰的时候嘛。那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就是我们台湾了，这个中华民国领导人我们的赖清德宗大人陛下他的2025年的时运之差到匪夷所思尤其是在他的一个总统职任上面他可能做不到什么事情，也做不好什么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就连带到影响到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一些内政的一些变化。但是差别的地方就是说呢，我们还有没有办法去匡扶？大环境是没办法，但是区域化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区域化目前台湾所有的县市长80%都是民进党以外的所以是说比较没问题。但是地方好没有用啊，你地方能够维持，你也仅能维持。你的国家的头好没有用，头不好你就没有用啊，是不是？你头很痛，但是你肌肉跟那个6块肌然后胸肌都会抖动，没有用啊。头很痛，头很晕的时候，你身体在健全，这个效果是很不好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台湾整体的时运是下降很多，而且整个的内外交迫的状况会在2025年出现。那么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呢，那我们也要去看到这个中国大陆今年会遇到比较大的冲击，也就是说呢，它对外面的一个总体的挑战是比较高的。什么叫总体挑战呢？就是别人要怎么样去接受中国成为下一个霸主的时代。这个已经是不可逆了，因为中国现在的强大已经是不可逆了，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安内跟攘外，而且他很多韬光养晦的时间也都度过了。那现在他要进入到一个是说，我要在这个瓶颈上面，我要让别人确定我是下一任的霸主。霸主是什么呢？就是我说话你们就必须听进去，我说话你们听不进去，那么大家就不好使了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大家就来对抗一场吧。那么这个东西就中国现在面临到大环境，就是其他的尤其是西方国家
能不能够接受中国成为霸主？那因为霸主一定是得要让位的事情，我们今天内容都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得要让位啊，因为他现在执行的就是一个关税人的行为嘛，他一定得要让位。那加上欧洲整个状况很不好，所以说你要接受亚洲成为下一个世界的经济领航人，那也包含了中国是他的一个重中之重，那这个是必然会达成的事情。所以说中国他遇到的问题就是在于西方的观念能不能接受中国，如果不能够接受，那么他就会受到一定的阻碍。这个当然就是歼敌1000自损800的状态，所以就会变成一个中西的观念上的一个互撞。但是整体来说，中国的国势它还是从一直往上升的地方去走。很多的大侄子就是大侄子都抖音上学到了。那大侄子呢，就是海外籍人，就是在其他移民到其他国家的朋友被中国内地人称为大侄子，殖民的殖嘛，大侄子。这大侄子他们就觉得中国发展到一个极限了，这个目前其实是看不到尽头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房地产并不蓬勃发展。房地产只要不蓬勃发展，后面它的一个发展就会变得很强劲。就像台湾以前也是一样，台湾以前的房地产是不是很值钱的？是40-50年前，房地产并没有这么值钱，任何人都可以买得起房子，只是你要不要买的问题。你就好好开个计程车，你一年可以买2间房子都没有问题的事情啊。比如说你买在什么三重埔啊，或者是你买在那个桃园县啊，那都没有什么问题。你不要买台北市的嘛，台北市那个东换南路一坪也才9万，在40年前一坪也才9万，对不对？那你好好开计程车，你一年也可以赚个40-50万。所以说你要买房子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个时候因为房子便宜，就会造就到什么？造就到后面的人他负担的就低，他就可以去专心的去消费跟拼经济。所以是说中国现在不动产非常的往下看。但是这个是对中国，尤其是后面的这些百姓是有很大的动能，可以让他们把他们鼓起来。因为拆迁已经没有办法让地方政府赚到多少油水，那是很有限的。你拆迁建高铁可能还有一点钱拿，你拆迁的建商品房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没有这么热烈，还是有了。比如说恒大最近听说又有工地开盘了。但是呢，实际上的意思还是在于，你现在整个民生消费都已经存在比较保守的状况之下，因为要去摊之前这些百姓之前去炒房的这些后果。说现在百姓是比较不能够去投资房地产，说经济上面就没有办法高度的成长，说高度成长带来就是什么高度的危机。像日本也是一样，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然后到了广场协议就直接砰爆下去，什么都没有，到直接30年的停滞，然后到现在才被勉强的打开国门这个也就是它一个原因。那么你说在其他国家，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这些地方呢，那就只能持稳发展。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金融的动能会降低，金融动能一旦降低之后，那么你新马地区你所能够得到的这些资金的援助或不要说挹注了，就是它不是援助，它是有自己生活的，它被挹注进去，要去做一些投资或做一些消费、购物或者任何一切，你的动能就会变少。说变少状况之下，你在东南亚地区，你只要撇开，比如说像缅甸这种战乱地方或者是在泰国这个军阀割据的地方之外其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都会过得比较好。菲律宾是自找的这菲律宾真的是自找的，没事自己找事干因为他的领导人就必须要去亲美或亲中选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资产都被美国扣住了，那所以说这就是领导人好不好的问题说菲律宾除外其他的话，其他一般来讲亚洲都是比较可以稳定中去度过这样子的变革，因为本身他自己有能力活下去，加上他对中国跟美国他们是互不相得罪，所以他可以得到比较高度的稳定。那日本跟韩国这2个地方就比较差一点了，因为日本跟韩国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受到来自于西方世界的垂怜或是他们的眷顾，所以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资金、技术还有一些消费力的一些输出。所以说日本跟韩国它除了在这个缓慢的凋零之外那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其他路是可以去走的。好，各位不要想是说日本现在很好，很多人去观光，日本的主业不是观光，好不好？这个必须跟各位说清楚。泰国可能是观光，对不对？但是日本不是韩国也不是日本的主业是在工业上面，所以说你观光好没一个太多的毛用。你说台湾现在如果开放陆客进来有没有毛用？太有毛用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依存度是必须跟中国去往来，但是日本不是日本是一个经济大国它本身就是靠着它自己的工业实力成为什么？成为亚洲的经济一哥过去的一哥
但是现在工业没有拿得出来的地方，所以说日本、韩国它只能从凋零中慢慢的下坠，它不会完全快速的像崩坏型的下坠，但是呢，他们下坠一定是一直不断往下去探底，因为它拿得出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加上你还在排核废水嘛，还有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把头低下来，跟俄罗斯跟中国去低头，那么你的发展就极其有限。因为日本现在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大量的投资中国，而且并且跟中国的公司合股等等之类的，你只要示弱，头梗低下来一点，那你会变得比较好。而当然韩国就完蛋了，因为韩国它自己的 SKY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竞争力，半导体、光刻机什么样的东西啊，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去跟中国对抗，也没办法跟日本太好的去分庭抗礼，它本身的优势已经少了，加上他们自己本身的国民啊被财阀收割太多，所以是说他们自己现在能够去激励他们经济成长还有人口爆发的动力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在上海的一些贵客跟老师讲，老师你们来上海看一下，你很几个月没来，现在路上都是韩国人。我说真的假的？我以为只有新闻上是真的。他说没有，现在在上海街头上很多韩国人，你只要看捡那个税盖分的，他基本上都是韩国人。为什么呢？因为韩国在2024年去了中国上面去旅游的多少人你知道吗？他的去的人好像有600万人次。这韩国才多少人啊？南韩才多少人啊？他竟然去了600万人次，等于是说你的同学里面那个10个里面应该会有去2个。你不去就是你家是没实力是不是？因为飞过去很便宜啊，消费也比较便宜啊，而且还可以吃到水果，吃西瓜瓤可以不用吃西瓜皮，你看看对他们讲是多大的一个诱因啊？好吧，那个真的是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啊。那在这个事情上啊，我们要遇到的事情啊，就跟下面的朋友讲的是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地震。好，地震这件事情啊，其实老师跟金老师有讨论过很多次啊，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各位预警？但是老师觉得没有必要哦。那因为我抓不出在哪里。因为我抓不出在哪个地方，你只能预防的事情我以前讲过了，所以说我既然没办法跟你指出哪个地方特别小心，我只能说你该买的保险去买一买吧，对不对？像这次台南地震震到现在，震到今天还在震，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是很大的危机，但是问题是你不是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震，你要不要跑的问题，而是在于你日常你有没有买好保险的问题。所以老师前2年跟各位3年了，已经3年快4年了，跟各位讲。你要买房子的地震险，什么险该买的你就给他买，1年多那几万块，穷不了你，对不对？但是一旦发生事情的时候，救你的命那是可以的，好吧？这救你的命是可以的，不要想是说啊，我们这边都不会有啊，放心，我房子很坚固啊，坚固归坚固，该倒的时候它就倒了，就这么简单嘛，坚固没有问题啊，但是它该倒它就倒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状态。所以是说，请各位要去注意天灾跟人祸这个事情，在2025年甚至以4年，它是会一直频繁的发生的，而且。台湾如果现在地震啊，其实是很不理想，那个为我们同胞感到一个非常遗憾。过年前遇到这件事情，但是你浅层地震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担心是它有没有可能会有更深层的事情会发生。所以说，可请各位哈，不管你在北中南，台湾那个小岛，北中南其实都不会差很远，200多公里的一个直径，差不了太多了，你就要必须去注意，一定要去买你的一个房子的保险。你没有买足够的，你就把它买足够。有人说老师，我去贷款的时候，那个对保险公司也会叫我买，但对他有叫你买，但是你要去注意，他是不是只赔你残值？因为保险公司的那些不是什么房贷里面买的保险，有的是逐年降低你的保额，因为他只要保护他自己的权益就好，他没有必要保护你的权益，懂吗？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就像老师自己在租房子，我是租房子，我是无产阶级，对不对？对，我是黑五类。我是红五类啊，在中国红五类，我是无产阶级，好不好？我可以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我没有房子，对不对？金老师也没房子，我们全家名下都没有房子，相信我，老师，我完全没有这些东西。但是我租房子，我会帮房东去买这个火险啊，他会买这个意外，买这个房屋险啊。他不知道，但是我有主动去买啊。为什么？因为发生事情的时候赔我也赔他，对不对？那个保险这个事情啊，其实各位不要去小看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好，那其他地方包含了是说，你年终会不会有像那个日本的那个预言家做梦那位小姐作者说会不会有大灾难啊？其实我不能去对应它了因为这个我有我的困难，我不能去对应它，我还是只跟各位讲这个7、8、9月各位要小心一点那个乌云的事情啊，有一点越来越靠近那个影响有点越来越靠近，那越来越靠近对我们影响就会大。那至于地震会不会从那个地方是一个前兆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各位其实要去注意一下，好吗？这要去注意一下。
好，那这个我们明年的预测哦，记得经济跟我们的灾难哦，这两个东西各位一定要特别去注意啊，不要现在老是啰嗦，觉得啊讲这个没意义，讲其他的，不是这个关乎你的生命，好吧？关乎你的生命，这一定要去记得。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到其他的哈，这个我们直播里面该去讲的一个事情啊，首先就是我们看到美国啊，我们川普老先生啊是非常有意思的，怎么样呢？他直接把墨西哥湾改名，改为什么？改为那个美洲湾。改回美洲湾，那这个事情他签了行政命令，他是不是就可以改变这一切呢？这个可能不行，为什么？因为国际上他还是认定为墨西哥湾啊，所以是说川普做这件事情啊，只能够是说我履行到我自己是怎么样，我自己要去跟你承诺的证件，而且这个事情我立刻签名就可以改的事情，那么我就做啊。但是它是没有什么用途的，也包含是说他把阿拉斯加第一高峰改为麦基利，那个他的麦基利峰。这些东西啊，其实你改不改对于美国没有什么样的好处，但是你对于这个选民的情感有帮助。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川普他跟过去的川普基本上是一样的。各位不要去认为是说他隔了4年回来，他有所成长，所以说我会做得更好。他的心呢，我相信都是为了美国好，但是实际上他的整个行为思维逻辑跟他的一个本身啊是没有改变的。他当总统，你应该做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拯救你的这些经济还有国际战事的问题。他第一是一个100多个签名里面，包含了这个墨西哥湾，包含了高峰的问题哦，包含那个生小孩子不能落地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就是这个总统他还是一个追名逐利的人，而他追逐的是自己的名利，而不全然是只有美国的名利。而在这个地方，这个川普当然就会想到是说，你现在是到去薅羊毛。好，各位跟老师讲一下，因为我现在画面卡住了哈，各位看老师的画面是不是正常？哦，帮老师看一下我画面是不是正常哦？我这边看起来是正常啊，可是我看，我断网路了，好了吗？各位看现在正常吗？好了，那我讲5分钟，头导演里面帮我看一下。啊，这终于正常了。哦，卡了。结果我讲了5分钟，我讲那么多事情，结果都没有。我刚才讲哪里？贴到哪里跟我讲一下？好，贴到哪里跟我讲一下，好不好？贴到哪里跟我讲一下？我要看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手机直播要换的时候直接换吗？哦，图拜一下嘛，哦，这个拜一下就可以换了，好，拜一下就可以换了，好吗？马祖靠大陆近，发生大地震的概念小一点。你要知道马祖它是一个海岛，所以说呢，你要想它会有海啸的问题，好吗？当然原则上是不会，但是不要以为岛就没事哈，它还是会有海啸，它在海岛上面啊。我是马祖人，还会有这个问题。老公会不会把台湾海峡改成福建海峡？没那么无聊啊，太无聊了，那么无聊是别人不会去做，好吗？收到图哦，变成这样断裂了吗？哦，我已经改过了哈，你改过了。哦，Happy Chinese New Year 哦，大家晚安哈。英国小故事哈，好，我会注意到。现在大家都 OK 了哈，我看各位干什么问题哈？主播在卡，我刚才一直在讲，你知道我真的在讲啊，美国哈。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哦。所以说美国它为什么讲到美国哪一段呢？所以说美国它过去的好的是因为它的 GDP 占了全世界的50%以上。它是因为它的工业很强，就是它工业很强状况之下，它可以把自己的汽车、收音机，还有任何的一切衣服或者任何一切去卖到世界各地里面去，赚到极大的外汇收入。为什么？因为像台湾，我们有所谓的舶来品，对不对？舶来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海外进口回来的啊，这些美国来的，这过咸水的，这台语不知道各位听懂听不懂？就是过咸水来的，就是它是外国来的，就是好东西，是不是？外面的就是高精尖，就是高尚大，是不是？40年前是这样的日子啊，没有错，这的确是这样的日子啊。所以说那个时候，美国可以从全世界各地赚到很多正当的收入，好，可以赚到很多正当的收入，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一个技术性啊，跟它的一个阶层性啊，它比其他国家强太多了。那欧洲也是一样，欧洲在2战之后啊，它还是有很快的可以恢复它自己国内的经济建设。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工业革命的一个基础在，所以说他们工业虽然没有美国这么强，但是基本上的实力也还是在的。
啊，所以说在欧洲跟美国，他们可以很快从经济中复苏，甚至可以把这一些经济的实力去转移到什么？转移到这个在亚洲的部分，比如说就是韩国跟日本还有台湾这3个地方啊，其实就是美国他们让他们成本可以更低，可以赚到钱更多，那所做出来一些经济建设。当然，台湾有没有得到好处？日本有没有得到好处？那这韩国有没有得到好处？当然都有啊。我们也知道，这日本、韩国、台湾，我们半导体基本上是来自于美国的。啊，不是我们台湾自己发明的，包括我们张忠谋也是美国人，好吧？他很伟大没有错，但是他是美国人，他是德州电子出来的，德州仪器出来的，所以他也是从美国的技术回来的，并不是我们台湾自己研发的啊，没有那么厉害啊，我们都是靠美国这样比较强大的国家所得到的这一切的东西。那么在这么强大的状况之下呢，现在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了。为什么？因为各个国家受到资讯落差的减少，所以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多的利润了啊。比如说现在非洲它自己有手机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人工智能啊、客服啊，或是很多一些需要人力的东西啊，有些地方在非洲，你在跟他谈一些 AI 过程之中啊，或是谈一些尖端的客服啊，他可能你的那个 service 人员他不是在印度就是在非洲啊，这个很正常，因为那边的成本便宜嘛。便宜的话当然就是好，但是美国为什么经济可以讲是不行呢？最大的原因是在于是说，既然这些国力的鸿沟越来越低了，他们没办法赚这么多钱了，但是资本家还是资本家，资本家他要的就是什么落差经济，所以说我必须要从穷鬼的身上挣钱啊！这个电影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挣钱挣谁的钱？你要站着挣了穷鬼的钱，那就是真的挣钱。就赚穷鬼的钱是最好赚的。那么我既然没办法从其他国家赚到这么多的一些工业利差，而且工业利差很快很多东西都已经被中国大陆所取代了，因为中国制造2025嘛，它有没有达成？基本上它是可以说达成了。那既然美国它资本家也没有办法从这些正当生意里面做到之后，他就必须从他百姓去盘剥。盘剥有很多种名目，那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我就让你认为你自己过得很幸福，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从百姓中盘剥的这个庄园主的一个思想。我们过去啊，在3年前跟各位讲过，美国跟欧洲他们的经济模式很简单，他们资本主义讲的都是很公平，没有。资本主义就是一个庄园式的经济，就是呢我要画地为王啊，然后呢 master 永远是 master， 那你的现在不能讲那个字了啊，当然你这个下阶层就下阶层，所以是说呢，它会有高阶的庄园主、中间的管理者跟下方的劳工啊，这样讲应该比较合理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要赚钱的时候，我东西卖不出去的时候，那我就只能 cost down， 降低成本，所以我就开始盘剥我的劳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催眠我的管理者，然后把你们所有利益放在我身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让你们过得很幸福。什么东西呢？就是从你饮食开始。美国过去啊，他们讲究的是很多很健康的一些饮食哦，这个是很正常的。过去啊，里面有很多的肉品啊，很多的蔬菜，很多的水果，因为你从世界各地采购回来都是很便宜的。但是现在因为没有办法做那么便宜的东西了，所以说东西就开始变贵。那但是呢，百姓要过得好，你就让他吃的很甜就可以了。多简单点就这样，你让你吃的很甜、很不健康，充满了科技跟狠活之后，你就会觉得你自己过得很幸福。为什么？因为这个甜味啊，会让你自己脑中受到一些损伤，就是让你自己有短暂的快乐。所以说呢，你吃草莓要沾草莓酱，对不对？是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是不是？连咖啡都把你变得很甜才行。好，你会有这些星巴克，好一样的咖啡，你为什么喝这么甜的星巴克呢？因为它喝起来就有快乐啊。是不是？为什么要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的可口2个字，它本身就是可卡因的意思。各位可以去上网看可口可乐名称由来，他就告诉你这是会成瘾的，他没有骗人。对，可口可乐成不起我，它的名字里面就带了才会成瘾性。说喝可乐开不开心？超开心的，我也很喜欢可乐，肥宅快乐水嘛，喝下去谁不快乐？我超快乐的，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人他们自己就会受到这样子的食物，还有告诉你要去炒房，你要去透过房子，那不动产的房贷。就让你背上了很多的钱啊！一方面政府要赚钱，所以说你会有很高额的房屋税；保险公司要赚钱，你会很高额的保费。那甚至你还会有什么很高额的房贷，而且还是变动型的房贷，让你必须好好的工作之外，你还是必须要吃很多不健康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健康呢？因为这里面有你不健康之后必须要负担的成本，那就是医疗。所以是说，为什么医疗这么贵？因为它好挣钱，就很简单的事情。医疗本身是好挣钱，因为你一定会用到，为什么？因为我给你吃的东西就是有问题的，是不是？美国人我们看很多的美国的晚餐，cheese啊，然后或是一些糖啊，然后一些饼干啊，什么弄着一堆，然后就说一个派，好不好吃？好吃，你真好吃，没有错，真好吃，棉花糖撒一撒，赞，对不对？但是你不健康，吃久了你身体就会产生很多问题，这里痛那里痛。
怎么办呢？看医生，看医生多少几千块美金就不见了。是不是？所以说他们的资本家就对保险、对于这些医疗掌握的非常牢，其他东西我尽量让你过得快乐一点。这个东西啊，这个模式啊，现在也正在复制到什么地方？也在复制到中国去。所以说，中国很多预制菜，还有很多的这些很甜的东西啊，或是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就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成本低廉。那对政府有没有好处？对中国政府也是有好处的，因为粮食太贵了，天然的粮食太贵了，你吃这些东西，那就便宜，便宜的话，那你就负担得起，负担得起，那你就吃饱，吃饱你就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纠结在的地方。说美国为什么会越来越穷？穷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资本家正在竭泽而渔，他们要把这些百姓，你能够得到的这些价值，我都要把你收回来，我都要把你去压榨回来，压榨到后面你无可压榨的时候，那么就是改朝换代了，就是革命的开始。所以这为什么世界上很难超过300年魔咒？就是每一个朝代都会出现一批资本家，过去是贵族，近代就变成资本家，就为了盘剥百姓的利益。而资本家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挣到钱的越来越多，他保持阶级的越来越多，下面人越来越少，因为我生不出来我没有办法，不想生了，像韩国我就不生小孩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当然就会缩衣节食，上面赚的钱就会少了，越少赚的钱越少，我越想要赚钱，那么就产生了一些纠葛。所以说，无论如何，开国皇帝那几年都很好，都很辛苦，但是之前都会有好过一段时间。原因就在这里，除了王莽嘛，王莽是一代王，一代就结束了之外，其他都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老师可以很斩钉截铁说美国的经济会变差，那就是因为包含美国的学者他们提出来的报告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老师也去做功课从美国这边得出来的报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透过这些甜食来给你进行了这个百姓健康上的洗礼之后，再从医疗产业上面把你赚回来。医疗产业你想不被压榨回来，那么你就得去买保险。问题是它保险的金额跟它保的内容，然后在美国上面是有一些开始有点脱钩的状态。可是你还是不能不买，因为你不买的话，你完全付不起。买的话呢，你还有可能付得起，这就是它的差别。所以是说天道好轮回，现在美国的这些所谓的高糖分的或者高油高甜的这些东西，就变成现代对于美国的鸦片战争。让各位老师做个总结，各位应该可以理解，美国的鸦片战争不是来自于外面，而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给他们自己的百姓进行了麻醉。就像大清朝的时候，大清朝的鸦片就是来麻醉百姓，对不对？有烟抽人对像大款，就是看起来多高贵，结果就变东亚病夫。而且这个病夫存在美国，你的饮食，你的任何一切都会让你慢慢走向了深渊。这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情，各位可以去看美国的经济要好，基本上是非常难的，因为你的民力已经耗竭的差不多，不出10年，美国必然大乱。这个老师可以很斩钉截铁跟你讲，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去阻挡深层政府或者是美国资本家他们要继续竭泽而渔的做法，没办法，任何一个国家对这种事情都没办法去处理。唯一我们看到现在比较有机会的事情是哪一个地方呢？不好意思，是那个万恶的共产党你太大了，我就把你搞掉。这样讲好像不太对，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对不对？你太大到我觉得不能控制你的时候，你他妈就该出事了。比如说马云，对不对？该出事了，对不对？因为马云是信奉犹太资本的，他就差点没有移民到以色列而已，他基本上是完全信奉犹太人那一套。但是犹太人那一套，中国已经跟他讲，你不能搞这一套，是不是？你搞这一套杠杆做那么大，大家一起死。他不听，想要搞，硬要搞，所以他就下来了，再也回不来这个线上工作。为什么？不是他没能力，而是他想做的是极端资本化的事情。他对他来讲，中国是一个极大的肥肉，因为可以极端的资本化。所以马云也算是一个被愚弄的人，他被洗脑以为这是真理，实际上是不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嘛，马云还戴那个犹太人的白帽帽去哭墙那边去朝拜，所以说只能说他就完蛋了。他包括恒大啦、碧桂园啦，他们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不断的去让百姓创造出更多的负债。这个也是一个道理在。所以说我们看到后面就注意到，就是这个川普上台还有几个小三马斯克他们现在开始进行了内部的一些整理，比如说他要做一个什么呢？效率部，那这个事情是不行的这个事情当然是不行的。
那他现在要开始去在美国内去裁剪这些事情啊，其实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联邦法跟他们州法之间呢会有抵触。比如说好了，像刚才讲到那个出生权、出生落地公民权，就是你生在美国，你掉下地在国估最低的时候，你就是美国人。那这个事情是不行的状况之下，你们父母只要不是有绿卡或者是美国公民的身份，你生下来的孩子就不具有美国公民身份。那这个事情，第一个是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二个就是州法你的合不合，每个公个州，美国那么多州，它也不一定合他们的州法。所以说，现在目前所能够知道是在美国22个州啊，是对这个反对取消出生公民权啊，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那这个东西啊，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看到是什么呢？包含到加州大火。加州大火这个事情啊，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说，加州大火这个很像那个之前的夏威夷大火，所以是说呢，它灭不掉，是有一点点值得去怀疑的地方。但是毕竟别人国家老师也不好说什么。但是这个加州大火啊，目前特朗普他对于加州的一些救灾方法是怎么样呢？很简单啊，我们的川普老先生啊，他对于救灾是很有一手的。他直接跟加州州长纽森说，很简单，你再不把水拿来灭火，我就停止你的补助。这个是个好方法，对不对？你不给我，你不给我把火灭掉，那我就不给你钱咯。啊，这个模式是不是一个简单粗暴，对不对？就像我们当兵的一样，什么兵啊，这个班长做不到，竞价。说到竞价，你什么事都做到了，是不是？那说你现在是补助我不给你，你是不是可以把它做到呢？答案是可以做到，但是可以做到的原因并不是说因为加州州长因为你拿不到补助，说他立刻要把这个大火给灭掉，不是，那是什么呢？现在问题就在于是说，现在加州虽然是大火，但是它基本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内，1个月内大概就会灭掉了。为什么？因为它后面可能会带来是大雨。所以各位要去知道，整个世界上他们的气候一定是平衡的。当你有大火、大干旱之后啊，那后面带来可能就会变成大雨，大雨之后就可能会有山洪爆发。因为南加州啊，它已经260天没有下雨了，这个260天的累计雨量只有1/10英寸这么大的这雨量，这么高的雨量而已，等于说你是非常非常的干旱。那你一年365天，你已经有260天你没有下雨了，加上其他地方，加上这个气候开始变迁，冷空气要开始进去了，那么现在加州的问题已经不是只有大火的问题了，而是大火之后树木烧光了，房子烧光了，还有一些设备也烧光了，接下来大雨所爆发的山洪，你要怎么样去灭？所以说，川普这个威胁，他以后可不可以说，我因为做这些事情，我把火灭掉了？真的可以这么讲，因为最后火真的是灭掉了，可能就是雨灭掉了。那可能是上帝帮他吧，也有可能。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水的力量一定会比火的力量还来得大，因为水会带来瘟疫，火会带来消亡，但是水会带来瘟疫啊。瘟疫的问题啊，那是非常非常难处理的事情，因为病毒这个事情啊，很不好处理啊，应该这么去讲。而在这个大火之下，会给这些 LA 或者其他地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当然就造成了一些自然的影响，因为灾民嘛。你没有办法好好给我安顿，你也没办法灭火，你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保险公司也不赔啊。那这个状况之下，他们就造成了很多的治安问题，说去抢劫那些人家撤离的地方去抢，比如说据传啊，那个茱莉亚·罗伯兹说那个叙利亚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有自由那个高贵的道德高尚的女星，她家里就被抢，她觉得很生气啊。你看没什么啊，这个是钱都身外之物啊，至少你有了自由啊，对不对？你自由离开了，他们自由进去了啊，我们不是应该歌颂这个自由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在灾民的暴乱就会出现了，所以是说灾民的暴乱，那引发到我们刚才非法移民的暴乱，是不是同等类型？那是同等的逻辑才存在的。所以这目前为止啊，现在很多的当地的商家，六三街有些商家，他们就怎么样？尤其是华人商店，我就不收你现金了啊，你要么刷卡啊，要么就刷卡吧，没办法，你不刷卡我就不卖给你。为什么？因为你家店里面有钱，那别人可能被他抢走了啊。你没有钱，抢的是货；有钱，你货跟钱都抢走了。那是不是就比较糟糕？所以现在的这个治安啊，当地传出来是比较差一点。那事实上如何呢？因为老师的许多贵客只有跟老师反映，他们空气很差啊，那个很多东西是比较不好的。那危险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危险的，他们还是跟老师讲说，很多地方都是很安全的，那就是空气变差而已啊，就是那个灰尘都变多啊，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模式之下，我们要发现美国它现在对内对外它能够去掌握的空间已经变得很低很窄了。
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要怎么去面对中国呢？比如说现在那个 TikTok 呢，它川普上来之后就立刻要去恢复 TikTok 的一个运行，但是呢，给他3个月的缓冲期，但不代表中国就一定会去卖给美国人啦。对不对？老师过去跟大家讲过了，美国最好的方法就是在要去进 TikTok 之前，你让美国人去买 TikTok， 至少买他的股份，那你什么都有了，对不对？就是因为特朗普没有看老师的节目，所以说他现在才想到这一招，他之前就想到不就好了吗？对不对？那你中国一定卖，但是现在中国已经确定了，美国人可以来小红书，而且他的用户有1.7亿人，我今天再关一次 TikTok， 我就不卖给你美国人，我也一股都不卖给你。那么你有本事关掉我。你关掉我，痛苦的是你自己，而不是我。那么这个时候就可能又得商量，那你不关的话，那你是不是卖个10%给我，卖个20%给我，或者你必须让我监管，或是你的伺服器必须设在美国，比如说设在Amazon那个地方，那是不是就可以谈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这个 TikTok 这件事情啊，真的只能是说中国做这一手真的很漂亮，直接把你关闭了，我不用等你去关我，我直接把 server 关掉，任何人你已经下载了，你也用不到，你也用不了。17个小时之后就恢复了，这个就是很出色的一笔。那包含现在小红书有很多人，外国人从这个地方得到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个资讯，那这个事情对美国的民心还有一些想法，一定会产生一些一定的质变这个一定是会有的。就像当时的俄罗斯人看到美国这么繁荣富贵，就很多俄罗斯人跑到美国去，是不是？那现在也发现了，中国可能美国人也发现了，中国东西怎么这么便宜？那我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我应该去哪里生活？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美国人白种人，然后他们在考虑是不是要逃离美国，但是其实这个是没意义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税法就是世界税法，你在世界各地赚的钱你都得缴税，那你离不离开美国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还是有人决定去欧洲，因为英语系的国家，也有人跑到亚洲，比如说跑到泰国跑到那个新加坡，也有跑到马来西亚，也跑到这个中国少部分人到台湾。那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在本地的生活并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些事情会呼应到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世界经济在2025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能够薅的羊毛薅的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时候遇到了阻塞，世界的经济一定会中风，中风就是先偏瘫，偏瘫就是一半不能动。所以说，你自己的经济就要想到，你今年的收入有没有可能打对折？如果你的收入打对折，然后你的支出又增加了10%，那么要不要命？不打对折，你就减少10%，但是你支出增加20%，那你整体的资产也会缩水20%，只剩下80%。这事情是不是重要？重要。所以说，不要增加负债，不要去大额支出，尽可能的不要创业不要去做一些投资，绝对是在2025年一个相对好的策略。到今天那个股市开盘，股市应该都封关了。记不记得老师针对这个预测，就是你在封关前，你见红有赚就要跑，有没有赚到了？赚到就跑的人，你没有再进场，你基本上都没有事，对不对？控制在2次以内，你有没有事的？我跟你讲，大部分人都，你真的有听老师的，你要么小亏，要么就大赚离场了你就没事了。为什么？因为后面的日子更难过。后面就很难过了，好吗？这后面的事情就不容易了。好，那我们最后跟各位去借这个5分钟的时间就5分钟的时间，我们谈一下其他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谈到这个缅甸，那缅甸妙瓦底这个诈骗事情老师在前2周跟各位讲过，妙瓦底这件事情必然会引起东南亚的政府跟中国去合作，必然会派军队去把它明里暗里的把它剿灭掉。所以现在中缅泰6国会议里面就开始要去商议要去铲除这个电诈的窝点，因为现在泰国所传出来的一些诈骗的，把人拿去当猪仔去卖这个事情已经影响到他全世界，尤其是邻近国家的这些旅游的口碑那他们的旅游基本上是雪崩的，那他们工业已经不强了，他们靠的旅游业占 GDP 20%，15%到20%，那基本上你已经是毁灭性的打击了，你只靠欧美那些人穷游，你是很难挣到这么多钱的。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基本上这个妙瓦底的事情很快就会解决。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看到的乌俄之战。乌俄之战俄罗斯他现在的状态，很多人就说，很多在美国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他就会说，普丁现在很紧张，希望能够赶快见到川普来争取他自己的筹码，或是让他自己有停快的可能。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各位就不用去太相信了，因为普丁根本就不需要去理会特朗普，因为他把特朗普看得透透的，透到不得了。他明明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就不去做什么。
让你急着啊，你也不会来找我，反正你就是急。我最喜欢看到的是你急，因为人在急的时候会容易把自己走到死胡同里面。遇事越急，你越会做出最差的决定。这是墨菲定律，你只要越急做出来的决定，10之8九都是所有选择里面最差劲的那个决定。因为我们人会有很直觉的悲观思想，明明知道他可能会有问题或是怎么样的，你的潜意识会让你自己选最差的那个决定，少部分会好，但是极大部分都是最差的，在着急的时候是会这样。所以说，在这个模式来看呢，乌克兰他现在想能够去对抗俄罗斯的方式啊，现在士兵打死的差不多了啊，包含的是说俄罗斯又增援了10万的军队过去，所以乌克兰它本身有生战力啊，都已经聊胜已经剩下不了多少了。是不是？那这个状况下，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只有什么无人机。但是无人机啊，他们每个月就编了大概10几亿的预算，要去扩展这个无人机的机队来去攻击俄罗斯的军队，还有他们的国土。但是实际上来讲，俄罗斯的反制就很简单，你只要是无人机，我就有能力去干扰你。所以说呢，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出去啊，1%的成功率，因为你可能飞上去100架，可能只有几架才会有1-2次。好，它可以成功的去突破它的一个封锁线，电子干扰的封锁线。所以在整体的科技上面呢，俄罗斯现在进步的非常之快，我们要特别去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现在的乌克兰无人机已经不行了，导弹有限了，飞行驾驶员也剩不了多少了。那现在问题就在于是说，俄罗斯你要打到哪里结束？那打哪里结束，那他就必须要等到什么？等到我们清明之后，他们比较能够是，我们要谈怎么样去停火，或是我打到哪里为我的新国界，这个事情未来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整体的事情在国际上它是越来越去紧绷的状态。紧绷的原因是大家没有人想打世界大战，也没有人有能力打世界大战，但是你近势力范围的变化又没有人想要接受，我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这个也不想，那个也不想，所以说世界上就会成为一个僵局，就跟情侣之间也是一样的，你不要我不要，大家都不要，我没有人要退步的时候，这个关系就会产生变革，就会产生了一些很大的裂痕，你没办法去挽救的事实的结果。所以现在国际的局势会变得很差，各位一定要去注意，好吗？那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在过年期间呢，我看一下下礼拜的2月2号立春前一天啊，看大年初5，那个时候老师今天有个贵客跟老师讲是说应该去公布一下我们怎么样去迎财神。他说我之前有讲过，那这后面我有把过期的影片都已经隐藏了说他现在发现不到。那这几天呢，老师整理一下，再跟各位去公布一下我们初5怎么去迎财神，好吧？这个是有这个状况。然后怎么看中国的医院集采？这个我不懂你的意思哈。草莓酱，国味草莓不甜不好吃，大家吃胡萝卜。叙利亚会变好吗？叙利亚没办法因为它现在卡在中间，它不会变好这个是不会变好的一个事情，好吗？叙利亚中东那个第三世界，他们现在紧绷状况之下，但是整个在中东的局势部分呢，它一定会去朝往对穆斯林有利的地方迈进。中东一定是往朝穆斯林有利的地方迈进。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西方国家特别去打压穆斯林国家？因为各位要去看到近代史不管是中世代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征服者的角逐候选人之一包含了过去的花剌子模，对不对？摩西塞遇到的花剌子模，他也曾经是他们的那个很强大的世界征服者。比如说还有什么那个波斯大帝，对不对？还有很多的一些伊斯兰的文明他们是非常的强大。所以是说呢，当你成为霸主之后，第一个就要铲除对你有威胁的。所以为什么西方国家特别去针对伊斯兰世界呢？就是他们很担心伊斯兰世界会是威胁到他们国家的生存跟第一霸主的位置的民族。就像以前在满清的时候他满蒙本来是一家，蒙古人去支持满清的金人，也就是那个满人，他们去对那个大明朝用武。但是呢，当大清取得了天下之后呢，他把蒙古人这个锁在蒙古地区，不让蒙古人轻易的可以到中原来做生意或做什么事情是不行的。蒙古人你只能限制在你蒙古草原上面。就到时候蒙古的资源匮乏，或是有一些野心家出现，比如在柯尔克那边出现了一些新的大汗还有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战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很怕蒙古人崛起又来一个成吉思汗，然后要再把元大都拿回去就北京城拿回去，这是会有这样的状况会存在。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就是未来会为什么会找穆斯林的朝穆斯林那个成长迈进呢？第一个就是欧美的力量变弱了，他没办法继续去压制穆斯林的成长；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力量进去了，穆斯林开始有办法获得除了美元以外的真正的科技跟它的工业制品。所以他们的国力也会开始恢复到一定的成长，加上他们天然资源也会有枯竭的那一天，所以是说他现在很用心的在发展他们的工业跟他们的科技，甚至要改变他们的气候。但是这个事情一旦做起来，那么对于欧美对伊斯兰的钳制力量就会更低。所以说未来穆斯林世界为什么会开始往上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吗？所以说为什么东协要去发展，因为穆斯林多嘛，穆斯林一旦起来。那整个版图上面，这个中西方的落差就越来越低，就有些问题，好吗？新年录的连接不能使用，现在可以吧？你下午不能用吧？现在应该都可以吧？你点进去之后会到老师的那个社群里面去就会到老师的社群里面去。那这个社群那个在我们的 YouTube 贴文里面就会有明天应该是过完年吧，2月3号之前老师再发一次，好吧？我们新的链接，但基本上我们社群里面都有了，好吧？如果你是微信的，明天看一下老师朋友圈，老师今天发的时候发现微信拜访不到老师的那些图，但是台湾应该都是可以。打开没有东西，哪一个？打开有东西吗？这个问这个土豆没有用，他是不知道，他买头盔花看着我，基本上是可以的哈，我现在看都可以的，就是你如果点赖里面的那个连接那是不行的那个你要到老师的 YouTube 的贴文里面去看就有了，好吗？在老师贴文里面看就有了。打开没有东西，是因为我刚才把旧的连接删掉了因为那个里面有错误的那个 7-11 的那个下载码所以说它这个图我也删不掉，我只好重新贴一个贴文。那各位看了新的贴文，里面就有，包含老师这边下方我们的直播下面这些说明栏位下面都有我们的这个新的下载的位置，还有我们的各个在中国的一些百度网盘都有，好吗？都有，好不好？现在我们下方都有。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直播到这边结束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初3的时候还是初4的时候，反正我看一下。你不用看哪一则了，就是在这边了在这个地方了，好吧？我们这个地方的那个说明栏位里面就有了。我们在下个礼拜几大年初1或初2的时候，好不好？我更新一篇怎么样去迎财神的事情我更新一篇怎么迎财神，那个时候我们就去跟各位去看一下，好吗？就是迎财神这个科仪我老师还是跟各位再讲一次，这是我疏忽了啦，我本来应该先跟各位讲的，不好意思，这是我疏忽了，好吗？好，还是感谢各位今天的支持也感谢我们的赞助感谢 David 的赞助感谢各位，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那我们法会我们跟金老师再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办法再多办一场，给还没有办法报的人去报，那尽量好不好？那个尽量因为那个前置的时间也很多，所以说之前有跟你们去做候补，就第2场的追加场，那是因为我们功课一直在做，我们的所有东西一开始就准备好了。那今年我们只打算做一次，那你现在再重做的话，那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的这可能就没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好不好？这个倾向是不会再办追加场了，这个老师下面原则是在这里。那其他事情，恭喜各位，我们要迎接我们的除夕。感谢各位过去6年的支持与关爱，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结缘，继续下一个6年，让我老师的这个生肖流年可以怎么样？12年，对不对？一轮我们把它讲完。那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头到尾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我们下周见。我要继续维修，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让过去了没。好，结束。